我觉得状态特别好，状态挺好的，哎，状态特别好。他很适合做这哎，个。我就纳闷儿，对吧？这么一个专业的饭店，人流量又很多，在这个他特别好很适合，。他就很唠嗑。我就觉得他做明星新闻主持人特别适合。现在感觉都被这个节目打磨出来了。这种压力状态下，那么我们现在也是走到了他们的后厨的位置，大家这个时候可能会听到一些嘈杂的正在做饭的这样一种声音，因为他们此时啊正在进行晚餐的备菜的过程当中。那么每天的餐标呢，大概就是一个大荤菜加一个小荤菜，再加一个素菜，再加一个汤，所以说是3菜1汤的配置。那么关于出餐的标准，我们刚刚也问了老板，他们的老板特地叮嘱过厨师，说你们的父亲母亲、你们的爸爸妈妈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吃饭，那你们在出餐的时候就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真的非常的令人动容。大家可以推一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备餐的整个场景。所以说是师傅们为大家炒制的饭菜和为顾客们炒制的饭菜都是用心对待、用心付出的。一直走到今天，其实他们的这些，餐馆的送餐的流程啊，以及为老年人们的服务也在做一些调整，包括此时，他们就会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还会在我们的楼底下，就是这家饭馆的楼底下，开设一个类似于小的这种的爱心食堂，他们会放一些非常的价格实惠，然后物美价廉的这样一些饭菜来供周围的叔叔阿姨们进行购买。其实说了这么多，包括我，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其实都在好奇，说究竟是怎样的动力，或者是说怎样的一种信念，来支撑着他们6年的时光，一直坚持不懈地做这件事儿呢？那么这家餐馆的经理马经理，此时也在前方等着我们，走，我们去找马经理来聊一聊。胡子泰的语言表达就是轻轻松松，话不落地。我觉得挺好的，状态很好，状态特别好。就他很适合一个人在那儿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马经理来简单的聊一聊。那么我想问您，就是6年的时光，您是保持怎样的一个信念或者说一个心态在做这件事儿的呢？就2个字：感恩。话听着很暖心，他们已经不是简单的送餐关系，5、6年下来更是有一种儿女和父母亲一样的亲情啊什么的这些点。还有呢，我觉得子泰也是设计了一个动线，还有戴口罩的动作啊什么的，就是可看性还可以。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前采过程当中呢，您也一直在强调说不要把我们店的名字泄露出去、透露出去，因为我们都知道，当这个正向的事情曝光之后呢，肯定会有很多的顾客闻名而来嘛，也会给咱们的店增加一些收入啊，或者一些客流量。那为什么即使有这种诱惑在，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说默默无闻的去做这件事儿呢？我想呢，我们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只想就安安稳稳的，把这几位老人服务好。子泰这个问题很好，问到了大家很想了解的事情。就是像我在来之前，以及马哥之前跟我透露的，他说其实很多人是持着怀疑的态度来到这儿的，因为他觉得说，免费送饭，而且一送这么多年，是不是在作秀呢？我其实来的时候，我也抱着这样迟疑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种好事其实有，但实在不多。但是我今天来到这儿之后呢，听马哥讲了他们的故事，而且在今天上午送餐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亲自去了被送餐者的家中，他们那种流露出来的真挚的情感和
感激的眼神是没有办法修饰的。所以说，在那一瞬间，我也感受到了。我们的这家店其实真心的是在发自肺腑的为大家做一件实事儿，所以像马经理刚刚说的，他们不愿意透露姓名，就想着继续把这件事儿安安稳稳的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做下去。那么，因为我们今天的采访呢，我们的连线环节比较短，但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之后会以一个民生小片的方式为大家呈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动人的故事，那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么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好的，子泰，其实我刚刚也有介绍过啊，其实早在2年前我们就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了。那同样也是这家餐厅。那在你看来，2年前的报道，或者说通过你的观察，2年前他们的做法和现在的做法，他们之间的变和不变分别是什么呢？哇，嚯，这已经有点考题的意思了啊！这个老师真的很尖锐。凯旋老师，让你很难凯旋的凯旋老师。凯旋老师已经完全在。降维，不是有点那种，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得住招那种感觉了。对。在我看来，他们的变是我觉得流程更加的完备了。一是老年人的这个收餐的人数在变，因为我们的人数是不固定的，因为有的一些老年人当时可能有这个需求，现在不需要了，他们也会主动来跟我们餐厅沟通，主动来跟马经理说，哎，我们不需要这份饭食了，你们可以把它留给更加有需求的这样其他的这个老年同志们。然后也有的一些有了这样的需求，我们也会再增加进去，所以人数是一直在变的。那么不变呢，我觉得是初心和菜品的质量以及对顾客的态度是从来未曾改变的。答得好，那好。好的，子泰，那我想我们爱心是需要弘扬的，但是啊，兜底不能只靠商户的爱心。那就你的走访和了解，你有没有看到附近的居民，除了爱心之外，他还有一层需要兜底的老年人需要保障的，这个保障是由谁在负担的呢？因为我不能全靠爱心去做一个兜底。哎呦，这是子泰想走的方向。对，独居老人、留守老人递到这儿了，这个很棒。硬性的兜底保障，因为今天我们在第一站在长桥区街道的时候，他们其实设立了一个叫老年人公益联盟，叫老年人服务联盟。因为这个联盟呢，它的覆盖面非常的广，不只是有像马经理在做的免费的送餐、免费的送饭食这样一个行为，在这个联盟当中呢，还囊括了比如免费的理发。然后今天我们的详细的了解到，如果有老年人有理发呀、修眉毛呀、修胡子呀、刮脸的这种需求，我们在这个联盟当中呢，其实也会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说，有了我们这个老年人公益联盟的存在，其实老年人们的生活其实是能够得到一个保障和兜底的。他还是有做功课，他还是了解到了这一块。好的，谢谢子泰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也期待你的后续报道。好，我们再来转换一个话题。最近啊，上海刚刚经历了几天的晴朗炎热，从明天开始呢，深圳又要进入到接连阴雨的模式了。但是这阴雨却让家住在普陀区小区11号楼的业主们啊感到焦急万分。原来呢，他们楼栋里的2部电梯在7月31号那场暴雨当中啊，被直接漏成了水帘洞。而更让居民们感到揪心的是啊，这幢24层高的大楼内的2部电梯已经停运多时了，业主们上下楼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实在是吃不消。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来连线现场的记者庞征。他这儿才压力大哟，信号啊，小心信号问题。那真的。庞征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普陀区小区11号楼的居民楼的内部，然后我现在所在的楼层是24层楼。虽然同样是在上海啊，但是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普陀区呢，它的平均海拔地势是3到4米，相当于上海市主城区的平均海拔，它有1米左右的落差，地势相对会比较低洼，所以在暴雨来临的时候呢，它的积水问题暴露的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那就在5天前，7月31号的下午5点左右，一场大暴雨席卷而来，我身后的这2部电梯呢，它们当下都化身了水帘洞，然后因为渗水过于严重，所以在当下2部电梯是同时停运的一个状态。一直到第2天下午的4点左右，也就是中间大概有24小时的时间，给这一栋楼里的居民们的出行和生活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整栋楼一共住着192户人家，而且在我们前期的了解当中啊，发现住在高层其实以老年群体比较多。庞征就是他的表达，这种语音语气，
就是还挺接地气的，对，就比较生活化的表达，很自然，很舒服。对，这个完全就是实战的那种经验，专业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个居民代表，让他来说一说当时下暴雨的时候，这个电梯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及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困难和问题。我们有请张女士。谢谢，能不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7月31号下雨的那一天，当时这两部电梯的运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雨应该是从5点多开始下的，陆陆续续开始越来越大，属于大暴雨状态。然后呢，我是在6点钟的时候发现，我是从 B 电梯下去的，然后在里面开始有点漏水，然后一直到我9点不到1点回来的时候，这部 A 电梯是停在我们6楼，然后是出现很大的严重漏水的情况。一直是外面渗水渗到这边应急通道，然后第二天呢，我从楼梯走的时候，从6楼、5楼、4楼一直到4楼都是满楼梯上都是水。据您了解，就是在当时的24个小时停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出行困难，或者说具体的一些案例？因为我们是属于高层嘛，楼里也是老人比较多，然后基本上从当天的晚上7点开始停运，然后第二天物业方开始维修的话，一直是到下午3、4点钟才修好，就一部电梯修好，但是运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出现了就是偶尔会突发情况停掉。就不是很通畅。相当于它在24小时之后已经完成了维修，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陆续的故障。对，因为你整个电梯大概是有将近12个小时是泡在水里的，因为他们是第二天一早才拿抽水机来抽那个下面的积水。然后你所有的电路啊、电板啊，包括按键、其他的那些配件，全部都是在水里面浸泡着的。那在这24小时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收到维修的信号，或者说物业的一些就是工作的支持和抢修？居委有这边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进修的一个进度，就现在还在抢修，请你们耐心等待。到3、4点钟修好了，他通知我们这边 B 电梯已经可以运行了。然后大家才陆陆续续开始上上下下的，但上上下下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会有坏掉的情况。有一家人家，我看到他是说他到15楼好像突然之间停掉了，等他电梯再亮的时候，已经到19楼了。好恐怖啊！这事情其实真的蛮触目惊心的。有没有收到？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这辆电梯它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行，但是在修剪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对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诉求呢？这次的事情呢，大家主要是几点。第一，我们想知道的是，电梯进水是什么样一个原因，然后后面我们后续怎么去处理，包括这个事故造成的责任方是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主要是想更换电梯因为它已经到了报废年限了，在这个更换之前，先要保证我们现在老电梯的一个安全运行，然后尽快落实到这个更换电梯的事情上去。就是现在核心的诉求其实已经提得非常的明确了。我们谢谢张女士给我们的介绍啊。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物业方。那针对住户的核心的诉求，物业方当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抢救的行为，以及对于换梯的这个行为，物业方会给出一些什么样具体可行的方案？我们有请我们的物业负责人。太厉害了。您好。是这样的，在7月31号下午大概是5点左右的时候，当时是突然降了比较大的那个雨，造成我们其实市政积水，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地势比较低嘛，市政的水呢就倒灌到我们小区来，然后造成我们小区的道路呢大概都有基本上到小腿这样子积水。我补充一下，那刚刚其实用户他比较关心的问题是，这一次的积水倒灌，包括电梯停运的最根源的原因是什么？电梯的这个专业单位，这个维保单位呢，也出了一个就是关于这次整个事情的一个报告。那么它里面就是外部水的侵入，造成很多部件呢就是那个受潮。我们这个电梯呢已经运营了大概30年不到的27、28年了。那么然后它的配件啊各方面可能就是没有像那种新电梯供应的这么快。维修呢，就是我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们2台电梯，我们当时要求这个维保单位，我们要求抢修。其实我们最早的是希望8月1号早上的时候呢，能够不影响那个小区居民的正常的上班。就早上我们想抢修出来的，但是最后没有成功。然后就是向居委会借了2个电风扇来吹，然后让它
然后呢？好的，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基本的情况已经了解了，然后待会儿我们再对您进行详细的一个采访，好吗？好，谢谢啊，谢谢。庞征他能把复杂的问题问清楚，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能及时打断，对现场节奏把控是很强的。找的采访对象都不错，说得很清楚。我真的对上海市的居民真是刮目相看，都有这样的一个表达能力，非常清楚。感觉真的，他们就是经过这几个课题之后，变强了好多。根据刚刚的这个物业方的介绍呢，其实在24小时之内，物业其实是做了一定的一些补救措施的。但是针对用户更加关心的是换梯的方案具体怎么执行、怎么落实。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居委会的负责人，然后有请我们的薛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小区它要进行换梯的话，它现在的难点和卡点是堵在了哪里？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居委会和业委会都已经在沟通了。关于这个电梯的这个事故的一个情况说明，还有关于刚才那个周女士关心的，我们后续的这个物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或者说还有我们的电梯的更新的这个流程的问题，我们在今天晚上7点钟会专门针对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居委会会议室召开一次专项的会议。我希望就是大家到时候也积极的建言献策，好，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事情。好，谢谢薛主任啊。今天我们非常幸运邀请到了3方一起来聚集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住户的诉求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明确的啊，在事故发生之前能够进行提醒，在事故发生之中能够进行及时的补救，然后以及最终的这个方案如何落地，每家每户要分摊到多少的金额，换梯的流程和具体的方案要如何的实施和操作。我们今天因为现场的信号原因啊，这个小区相对来说比较老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展示更多的点位，但是在我们后续的跟进的详细报道里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然后以及最终方案应该如何落地。好的，主持人，这是我们现场发回的报道。这一组在选择连线嘉宾上选择了3方代表不同视角，给观众呈现的信息量足够丰富。好，黄征，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信号干扰问题，我们没有听清楚，所以居民到底是被这个电梯停运困扰了几天呢？电梯停运主要是困扰了不超过24小时，从当天的下午的5点钟开始下暴雨，下暴雨的2个小时之后，大概在7点钟，这2部电梯就已经完全停止了运行。经过物业的抢修，到第2天下午的4点左右，2部电梯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行，但在用户就是乘坐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陆陆续续的小故障，这是现在的情况。那这个故障目前是可以乘坐的吗？还是说它的安全隐患其实也是不可以乘坐的？现在因为整栋楼层它的层高有24层，以及住在高层更多的是老年人群体，所以其实除了爬楼之外，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通过这2部电梯。所以即便在现在还会出现一些故障啊、停电的情况下，大家的主要出行方式仍然是2部电梯。但是你有没有去确认过，那电梯维保的单位或者是电梯的这个运营商有没有跟他们确认过现在的故障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呢？你觉得问题针针见血的，还真的一直好。我们跟电梯的维保部门以及跟物业部门双方都已经确认协商过，现在在乘坐的过程当中，相对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只是这个隐患是存在的。因为在维修、在年检、在他们的日常维护当中，他们都是通过了这个合格的报告，只是因为这一场大雨，这个问题它被显现和激发出来了。好的，我们同时也非常的关心啊，在上一次维检和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呢？或者说你有没有在电梯的上方内部看到上一次维检是什么时候？电梯的定期的维修报告，物业方暂时是没有向公众和市民去公布的，这也是住户最核心的诉求，就信息公示要透明，过程要公开。然后在电梯的内部是没有发现明文公告张贴出来的一个检修的报告的，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物业方在后续他们要进行去提供的一个公开的信息和证明的报告。好的，谢谢庞征从现场给我们带回的报道。其实他对这些核心信息都有掌握，但是如果凯旋不问呢，前面的采访当中，其实我就得不到这些信息。但我也看进去了，我就看看他怎么说呀。我要看看他怎么说。这个很好看，就是庞征这条就是挺看得进去的，因为他们的表达也挺丰富的，对吧？声情并茂。但他有核心事实不清楚，你知道吗？
是关于那个电梯运行时的质量问题。就是这个电梯到底现在有没有人对它的安全运行负责任啊？就它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就是通着电，然后还在漏着水的时候，怎么去评价它的安全性？谁为此负责？对啊。好的，新闻方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爆料、求助、交流、评论，欢迎通过新闻方微信公众平台持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这就看出来经验，凯旋的那个整个的那种经验、那种气场表达就